梦兰，你再尝尝这个，保证你喜欢。我说云东家，为什么第2局选了押宝？原来早就设下了无解之局。确实，云兄此次也是剑走偏锋，实施无奈之举。他深知连胜方有唐啸的眼线，就算用咱们自己的东西，也难确保万无一失。新来的人都是我招的。你放心，云兄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不会责怪你。啊。东家，天火，你今日也辛苦了，不过往后这3日还是不能松懈。这既比的是经营流水，那云兄的身家性命就全在你们手上。天狐明白。你也累了一天，罚了一天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早点休息。天狐，今晚就在我这儿睡吧，我们姐俩也好久没有说话了。姐姐，我今日也乏得很，想早些回去休息。就你那小主子真有本事！今天这场局本想着一举成器，他是用了什么法子还能扳回一城？遇到云香，你还能全身而退，算你狗东西走运。多说几句过过瘾吧。过几天等他进了我府做家奴，我让他亲眼看着你有多少种死法。唉。倒是舒亚楠那丫头片子越来越烈性喽，闯我禁地，杀我家奴，我是真来兴致了。书生，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怎么求云香给你个好死吧。天狐。来了，主人，来，坐。说，今天怎么回事？回主人，天狐查清楚了。天狐，你何时成了他的人？管那么多呢？现在没外人了，说吧。姐姐确实按照主人的吩咐画了棋局，可是公子想预料到，就提议押宝，也就防备了主人的耍诈。早有预料是情理之中，可押宝如何耍诈？是用铁屑和磁粉，
那个墨定是特制的，夹层里带了磁粉。苏公子打开一看，主人写的是什么？一目了然。这法子倒是新鲜，可是我怎么记着那些笔墨纸砚都是你亲自送过去的，还标明什么账房日用？天虎也是后来才知道，公子相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将方中砚台全都换过一遍。非但如此，要是主人临时差人去买，周边也没有一块砚台是不掺铁线，全被公子相换过。这公子相是真有手段。等会儿，请主人吩咐。你呀，回去之后，但凡再有一点风吹草动，赶紧来报。是，主人。天虎，就算你跟云香没有交情，你这么做，如何面对你情同姐妹的柯梦兰？柯梦兰啊，那你倒是觉得柯梦兰如今是谁的人？不可能。说与你一个小秘密听，柯梦兰啊，是你们这小圈子里唯一一个真正的叛徒。看，天虎，冤枉的，他是中了我的噬心散，迷了心智。现在就我让他去死，他都得听令。这个东西，早晚让你不得好死。吓吓别人吧，小虎，骂我，帮我掌他嘴。小虎，主人，掌他嘴。天虎喜欢金大哥，天虎不能伤害金大哥。放开他！要想我没过呀，这是真感情啊！什么样的感情，连噬心散都能抑制住啊！主人永远是天虎的主人，但是天虎喜欢金大哥。阿忠啊，咱们什么玩意儿都玩过了。你看没看过活春宫啊？给我东西，都不许冲我来！我倒要看看啊，这天不怕地不怕的金镖金食粮。大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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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到底怕不怕？咻！天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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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过来！天虎，天虎，天虎喜欢金大哥，让天虎做什么都愿意。天虎，你还记得我？这么一个心智尚存，快醒醒！让天虎做什么都愿意。金食粮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唐晓，你这条狗
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1号、2号、3号，往后3日，每日拆开一个锦囊，依计行事。正所谓锦囊在手，天下已有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这是要金蝉脱壳还是？连胜芳的流水想赢过唐家老号，确实是天方夜谭。但是你也……你行了啊，你能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啊？你再这么说，我真的会输的。哎，信我。好，我信你。但就靠这个？哦，对了，你要记得，当着苏明玉和柯梦兰的面，拆开这些锦囊。你明知道柯梦兰受制于唐啸，你真想利用她？此事我们已经商议过，你切莫感情用事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有了非常周全的布局安排。信我。啊，对了，你得教我一下，如何从这儿下去，又使自己不受伤。为何不走正门？我要让其他人知道，我独自离开连胜坊，那估计我的胜算又会少了几成。我得保证万无一失啊！要不这样，你做个示范，我跟着你学不就好了？我可以的，信我。来吧。哎！哎！我什么都没看到啊！我。跳就是了，磨叽什么？摔了大不了养几日，我信你啊。你站那么远干嘛？你接着我点啊！想都别想。我跳了。哎呀，你小小的身体，力气这么大呀！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哎，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我走了。哎，你这要去广惠庄？啊，聪明啊！哼，怎么，你这是何意啊？莫爷少不得又要说什么，去了便知。哦，对了，金修那边呢，我已经派影子去盯着，时机一旦成熟，就会下令营救。你力气挺大呀！唐府那边金石亮仍被关在地牢，此外连胜芳的柯梦兰与天狐先后进入唐府，不过柯梦兰只跟到了院外，
天胡子进了唐啸房间，逗留约半个时辰。回去继续盯着。是。如今这连生坊，还有几人你信得过？柯姑娘之事，我早已知晓。只是这天胡，确实在我意料之外。如今经营这连生坊的，可都是他唐啸的人，你却与他放手一搏，能有几分胜算？一直赢，有什么意思？若我就是想输你。哦，愿闻其详。此事知晓答案，索然无畏。莫爷您放心，此番争斗，我保证你广惠庄受益最多。你倒笃定。其实呢，那些人的背叛，倒是真的无关紧要。你多半会借力打力，顺势而为。只是，这身边看似亲密的人，若出了问题，你可就覆水难收了。那姑娘中的是醉龙散，她却说手中有秘药，可以延缓毒性发作，因此逃出了唐府地牢。他本就善于用毒，自然精通解毒之法。那可是凌渊的奇毒。你我本就怀疑唐啸与凌渊有染，他精通龙子毒，不足为奇。你别与我避重就轻，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唐啸。你与我说实话，我第一次带你见门主，咱们两个被人尾随，康桥与人交手中了龙子毒，那人是不是他？莫爷何以见得就是舒姑娘？直觉而已。不错，舒姑娘身世坎坷，游历四海，确实有不少奇遇。我初遇她之时便知，她精通龙子毒，并多番试探她，但是并未见其露出破绽。莫爷即使不信她，也应当信我。我就提醒两句而已，看你何须解释那么多。但是刚才我问你，如果是你身边最亲密的人背叛，你首先想到的也是他，不是吗？莫爷上次在连生坊说，有些事情不便详谈，是什么？从此刻起，云香的一举一动，你都要飞书禀报。我想与你说的事儿多了，今日太晚了，困了，睡觉。云香给了我3只锦囊，每日1只，依计而行。锦囊？云兄怎么了？为何不亲自不说？我也不知。他每日待在屋里也不见客，餐食日用皆让我给他送进去。你笑什么？我笑这情字迷人眼。以前舒姑娘何时被人这么使唤过？他故弄玄虚惯了，我也不想多问。不过虽是如此，自从我认识云兄，他就从未失手过。我对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，舒姑娘对他倾心，也是自然。什么清不清心的？知道大家最近都很辛苦，但连生坊开业的第2天，大家都得打起精神来。这个最重要。嘿，你这何止情字迷人眼，你这是魂魄没了9分。柯掌柜，就到这儿吧，散了。是。
哎呀，苏公子，哎，苏公子，苏公子，苏公子，好的。馈赠宾朋，返利一成。哎，苏公子，咱们南都城的这些赌坊，顶天返利也就1分，你们连生坊能返利1成？想必大家听说了啊，我们连生坊与唐家老号对比经营流水，所以为了招揽客户，我们特此返利1成。不过，就这3天。哎呀，就这3天啊！咱们得抓紧啊！那我们还客气什么？走啊！走！赶紧！明天让我大杀4方啊！是不是有点侮辱我呀？返利1成，他就想赢我？那是留了后招，声东击西也说不定。总之，不管那公子香怎么跳，哼，你回去告诉咱们的伯伯，依计行事。明白。马上就开啊！开！大手下这个，赶紧杀出啊！我要这个。这个难，就这个。这么一会儿看3把胡了，完了，没有鬼！是，你怎么能这么讲话？来吧，来，我们继续，孟兰，才半个时辰，就走了7、8位客人。我知道，可我实在也是没有办法。有几个泊头，我看多半是唐啸安排。他们让客人连拜，以这种方式逐客。孟兰，以你的经验，不可能看不出来。可我们现在确实缺人手，我也不能把他们换下来。若是再让利呢？那我们就赔钱了。云香与唐啸比的是经营流水，赔钱或是获利都是其次。你如何会糊涂了？你帮我想想法子吧。我和苏公子对赌坊经营都不甚了解，如今只能靠你了。我真怕云香此番是轻敌了。按照赌桌惯例，若是打和，便是庄家胜；若这几日改一改规则，打和就算客家胜。这样对赌客而言，比让利1成更有吸引力。我就知道你有法子。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。若这些泊头还在桌上，还有可能再动手脚。此事交于我。谢谢你，孟兰，还好有你。看我如何对付他们。诸位，今日玩的可还算尽兴？若还不够，那我们便再改改规矩。这3日无论哪种国戏，只要打和，算客家全吃。刚才有人说，连生坊泊头手上带活，那我便想让诸位帮我个忙。但凡发现哪位泊头手脚不干净，便可告诉我，发现一回，赏黄金10两。做泊头声誉为要，若想坏我连生坊的规矩，便先在我们这试试。哎，客官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东家您回来了。里边请客官。哎，这个时候本该宵禁了，如何还没打烊？您还不知道呢，咱们刚得到的准许，这3日啊可通宵营业。有如此好事，去吧。来，前管家下午来过，说苏会长让他去镇抚司通融打点，破例允许连生坊通宵营业3日。阿姐说另备开业大礼，没想到如此别致，真是雪中送炭。那我替云香谢过苏家了。云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咱们说谢谈生分。哦，对了，唐家老号今日的流水可查清了？自然，咱们叫孟兰一起，他算得清楚。截至今日，流水是1328两7钱，这么多。唐家老号今日多少？2900多两。他们是如何做到的？唐校手底下有10几间赌坊，而且今日每个走的客人都送了筹码，规定只能在唐家老号使。这样一来，老号的生意自然兴旺。可即使是送筹码，唐家老号的日常流水也皆在1000两上下。我们若通宵营业，顶多持平。还有别的法子吗？未必非要按唐校的规矩来。那你认为如何？统计流水，不就是看几页账目吗？可官府对赌业有明文规定，所有流水皆要实名记录在册。若想查出有改动，轻而易举。是啊，尤其是咱们这次比试，咱们连生坊按唐家老号的账目必须得公开。现在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看着咱们，多少人在算着。哪怕有1分1厘的破绽，这局就算输了。舒姑娘，这马上就第2日了呀。对。苏公子，连生方胜押1赔7，唐家老号胜押1赔2。苏公子，这又是什么局呀？连生坊与唐家老号比试营业流水，已是家喻户晓了吧？诸位就不想看看究竟鹿死谁手？可是押1赔7这么高，诸位都是高手，自然就知道单看营业流水，连生坊很难赢过唐家老号。这胜率低，赔率自然就高嘛。可是这再高，他流水也冲不上，赢不到这钱呢，不好弄啊。对，不过不管压哪一方，都算我连生坊的流水，我就先谢过诸位了。哦，这样。要是这么说的话，这压注越高，流水就越高，赢面也就越大。哎呀，走，下注去！我得把刚刚输的捞回来。东家，你也要开外盘？开！不仅老号要开，新号都开。东家，英明啊！南都城的赌客就那么些，您唐家10几间赌坊一开外盘，自然就把每家的赌注都摊薄了。这样一来，连生坊可真剩不了多少流水了。这公子祥是有什么大病吗？我承认，他是有点小谋略，那他跟我玩的是底子，对不对？就他手里那点小钱儿，嘿，我认他本领通天，不灵。对，不灵。开。咱们这院子里头这么多的盆景，可是小姐还是独爱这一桌。小姐，不如我亲自动手，肯定做到神鬼不知。荣哥，你当年奄奄一息的时候是如何许的诺？你说，
如若你能活下来，绝不踏入江湖半步，也绝不再伤人性命。我记得，我都记得。且不说现在这个唐啸，就算为了保全明玉的安危，我这个誓言破了，也就罢了。可是如今唐啸对峙的是公子香，以智止戈，不动一兵一卒，有何不妥？只是如今我有一事不明，为何那公子香要与唐家老号比试经营流水？这分明是违背了商道的常识。先是靠唐家扳倒齐天风，现在又大张旗鼓对峙唐啸，他的敌人这是南都城最大的商家。如若这一番他再赢，下一步他将如何？将对付我们苏家。弃子认父，果然好兴致啊！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我敢约吗？我跟你下10回输10回，我长记性。来，对弈，落子无悔。1，不得贪胜；2，入界已缓；3，攻彼故我；4，弃子争先；5，舍小就大。每一步都甚有依据。哎呀！莫言笑什么呀？我笑外面波谲云诡，风声鹤唳，唐家、苏家，加上你的舒姑娘，都要把连胜芳搅翻了天了，你还能在我这儿悠哉悠哉？这就闹翻了天了。我怎么还想再放把火呢？慎独。主人，哎呀，我看，呀，疼不疼啊？你说你喜欢谁不？非喜欢那么糙一人，长教训了吧？哎，要说那公子香。还真是个狠角色，让连胜芳拿自己开盘，别说啊，真是一个增加流水的好方法。那主人会输吗？你觉得呢，小天鹅？连胜芳通宵营业，昨日流水本就不输主人太多。来，哎呦，你可太可爱了。哎，要说你那个柯梦兰姐姐每天盯你盯得那么死，你是怎么套上来的？我是您的人，应该在您身边。你姐姐呀，要是有你一半贴心就好喽。姐姐明明听命于主人，为何还要抱着连胜芳？就是。哎，
你回头啊，也帮我问问你姐姐，就她那什么脱籍文书还要不要？她不要，在我这儿也占地方，我就给烧了啊。姐姐，要的。哎，回来。回去再帮我看看公子香，这小子从第3局开始就把自己锁屋子里，你帮我看看他在不在？在的话，在干嘛？请主人教天狐怎么说，怎么做。下去吧。怎么了？那个唐啸如法炮制，命名下所有赌坊都开设了外喷。如此一来，在我们这儿下注的客人又要变少了。你熬了一夜，先回去歇息吧。现在如此焦灼，两方正在对峙，我哪睡得着啊？正是此时，才不能乱了心神。你先去休息，只有我看着。天虎，不是吩咐过，不准打扰云东家吗？舒姐姐，后厨刚刚煲的汤，我想着东家喜欢。你脸上这伤，当真是跌倒摔的？是，我走路失了神。云东家到底在不在里面？这是你该问的吗？谁教的你规矩？什么是规矩呢？我们为了东家，连生方规矩一改再改，如今又开了外喷，这亏本买卖如此荒唐，若东家早偷偷跑，谁来管这亏掉的银子？天狐，怎么如此无礼？快给姐姐道歉！舒姐姐，我错了。舒姐姐，这几日我们忙得焦头烂额的，说话和做事难免失了分寸，你多担待些，我会好好教育她的。走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何时投了唐啸？姐姐，你可真是个贱人！明明你也为主人所用，却又处处帮着连生方。这不像是你会说的话。你告诉我，是唐啸在逼你吗？拿金大哥的性命相比，天狐，金大哥被绑，多的是威胁东家的一样筹码。只要东家赢了，我们自然有法子将他救出来，明白吗？主人不会伤害金大哥。主人还说，待他赢了公子香，便让金大哥娶我。你不许再叫他主人！主人还让我问你，剑籍文书，你是要还是不要？你果然什么都想要，当真下贱！
天狐明白了。看来主人可以将文书烧了。天狐，天狐，天狐。也中毒了。中毒？姐姐，你说笑。是主人查出我有不治之症，必须要每日吃他的药才能保命。主人还说了，若此局输了，便不再给我吃药。姐姐，我若死了，你帮我埋好。不要胡说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不会让你死的。那我们一起帮主人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帮他赢了这局，这样主人能赢，你能脱籍。苏公子，明玉，梦兰，找我有事啊？苏公子，
可否进去说话？啊，快进，快进，快，坐这儿。我这一觉醒来，日落西山在，本就恍然若梦，方才见你，还以为是在梦中，一时竟缓不过神来。公子便当是在梦里吧，也无妨。梦兰这个时候来，是不是有事儿与我说啊？就不能找公子闲坐一刻，闲聊几句？这几日咱们连生方忙，我本来就怕打扰你。可是哪一次遇见你，不想与你多待一会儿啊？公子可有酒？酒？有的有的，他们正送来的杏花酒。既然你兴致这么好，咱就喝杏花酒吧。听说是收了好几年的春水酿的，之前我还特意藏起来，还怕金兄偷走。也不知金兄现在如何了。等他回来，这酒要多少有多少。今日就你我，不聊别人。我来谢过公子厚爱。那我就与梦兰以心换心。当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每次见到你，都像多喝了几盏杏花酒。梦兰从未喝醉过。先给点我喝了吧。着什么急呀？这不还坐着呢吗？先说说，什么好消息？姐姐让我告诉主人，奴婢在跟公子相私产，她想了个好法子，能让连生坊直接退出比试。哪个姐姐？柯梦兰啊，她是终于想明白谁对她好了，是吧？姐姐不知道主人对我好，姐姐还说我是中了主人的毒。姐姐她说，只要帮你赢了比试，你就会帮我解毒。她就带我走，天湖不走，天湖是主人的，给我药吧。跪好！是难受极了。先说说，你想的什么招？他跟连生坊做假证，再由主人派人查验，只要将结果公布于众，他皇贵连生坊就算是输了。妙啊！可这公子香明明知道柯梦兰八成有问题，怎么可能让他经手账本呢？连生坊向来是姐姐管账，公子香这2日房门紧闭，屋内也没有半点动静，说不定打败输，早已跑了。跑，公子香不至于跑，他更不会受制于人，这其中有诈。好，我就跟他玩阳谋。你回去告诉柯梦兰，让他不妨一试。一旦能成功了，我不但履行承诺，说不定还有额外奖。
哎，大人。救人呢？你们愣着干嘛？救人要紧，快！可惜了，这姑娘没几日好活。食之精髓讲究的是各得其位，你这混得不分彼此，如何入口啊？寄人篱下，你还挑三拣四，懂什么呀？这叫五味杂陈，可堪细品。撒盐。哦，撒盐我会。哎，多了！哎，你能不能有点眼力见儿？去叫康桥吃饭去。好啊。走你！哎，等等。打开！不是说了只要碎银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掌柜的别生气，我这就去换。做事都用点心，这要是莫爷在这儿，你们一个个都得挨说。一定，下回一定留心。麻利点。哎，康掌柜果然是宅心仁厚啊。莫爷和你一刚一柔。刚柔并济，真是上阵父子兵也。晚饭好了，走吧。云公子先请，我还要帮公子凑齐这2万两碎银呢，莫误了公子的大事。哦，其实我知道你们刚收下曹帮，还需些时日来周转。突然之间让你们拿出那么大一笔现银出来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哪里，云公子的请求我们向来不会拒绝，也不敢拒绝。哎呦，您客气，我怎么敢当呢？公子误会，我只是不想错过这千载难逢赚钱的良机。啊，没想到康掌柜年纪轻轻，就已经继承了莫爷的风骨，你真是……碎银子我可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那鬼主意我也知道了。只是这唐啸他能听之任之，视而不见。我可跟你说啊，这几日出入唐家老号的，可都是他安插在连生方的眼线。你是担心连生方撑不到比试结束？你放心，我清楚唐啸的手段。如今连生方里有舒亚南和苏明玉，他们不敢兴风作浪。你还真相信他们？啊？一个是来路不明的女杀手，一个富家纨绔，再加一个只认钱不认命的刀客。你看你身边都有些什么人？哎，就像莫爷这碗炒饭，五味杂陈，各有滋味，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嗯，好吃。苏公子日后记得这良辰美景。恰当年初逢，看惊鸿，情怎何时能从容？谁深陷其中？莫来，莫来，今日喝多了，明日酒醒以后，你会后悔。明日太远，我怕等不到。你刚才说什么傻话？孟兰今日只想成为你的人。不对，莫来，莫来。
究竟怎么了？孟兰是公子的恩人，无以为报。孟兰只想成为公子的人，有何不可？木兰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以为你做了这些，当我们之前的所有就能一笔勾销了？可是，在你眼里，我是跟其他男人一样，我要的不是这些，要的是情投意合、情之所至。这样做，不仅是看清了我，更是看清你自己。不对，木兰，肯定有事发生。到底怎么了？木兰，孟兰醉酒，失态。木兰，木兰。姐姐，主人令我将齐掌柜带来，他现在就在门外等着。姐姐，你只需改了账目，再让齐掌柜进门查验，我们的心愿就都能实现了。姐姐改完，齐掌柜就带着账簿报关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能遇上主人，让你脱剑入梁，让我绝症有望，我们理应高兴才是。姐姐，别犹豫了，金大哥也要活。之后，我们就离开南都城，再也不回来。我去门口守着，让姐姐安心将账改得细致，更像有意为之，明眼人一看便知。云香，苏公子，我有要事与云兄商议。他不在房中。云香确实另有安排。我就知道，要对付唐啸，用的不是这些表面上的手段。那你为何还急着找他？我担心孟兰有事瞒着我，这个时候怕是跟唐啸有关。你早就知道了。云兄不跟我说也就罢了，你也瞒着我，
口口声声说你俩是姐妹，你就这么看着她误入歧途？孟兰有多渴望脱籍，你比我更清楚。眼下她这生死命门握在唐啸手中，若你设身处地的为她想想，你若是她，该如何选择？无法抉择，对吧？可唐啸若是真的能帮他也就罢了，那厮什么秉性你不是不知道，他能履行承诺吗？孟兰也不能情急之下就不管不顾了。你恼怒至此，究竟是担心孟兰一入歧途万劫不复，还是懊恼自己未能护她周全？你可曾想过，聪慧如孟兰，她怎会不知唐啸秉性？此前唐啸在连生坊便设暗桩，若非孟兰出手，连生坊能否撑到今日都不好说。他当时虽有犹豫，但终究是选了我们，可见他对唐啸并非一味屈服。希望我是庸人自扰吧。不论是什么，只要云香赢了唐啸，所有困局皆会迎刃而解。最后一日了，莫要乱了心神。舒姑娘，我现在就把他已做出了抉择。天湖，我改好了，你可以去找齐掌柜了。天湖，天湖，是去找唐家老号的齐掌柜吗？你说过，这账簿若是被人看出半点破绽，这场比试便结束了。而以唐啸的秉性，即便你帮他赢了，他真的会信守承诺替你脱旗吗？姐姐莫伤他，姐姐，要不你就杀了我，杀了我就随主人一起来向你们报仇。主人，姐姐，你看。他中了唐啸的毒，已经失去理智了。唐啸这禽兽，我这花纹多漂亮！你们都嫉妒我，都嫉妒我！天湖，你去哪儿？孟兰，我再信你一次，看好他。过来。哎呦，怎么了，赵师傅？口牌啊？看看，庄稼就得一家吃三家。对，你说今日必定有人找上门来，他几时来啊？别急，您玩您的。驾！你单枪匹马根本对付不了他。那你与我同去，今晚就将此事了结。你冷静一些。你不去也罢，我回府召集人手。下马。放开。下马。苏明玉，你冷静一些。此事若是云香，她可会这般鲁莽？可留在连生坊的是我，不是他。看着自己心爱女人受胁迫的也是我，不是他。这几天孟兰怎么过来的？若是云香，能看着你受如此折磨吗？这不好说。她一向以大局为重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你之前信誓旦旦说要受教于她，说要学谋略以智取胜，怎会放任自己随性而为？比试尚未结束，
你此刻气势汹汹，带人去唐家老号，若是中了唐啸的心意，岂不坏了云香的全盘计划？我问你，你是真的想与唐啸一决高下，还是不知如何面对孟兰，方才逃了出来？我本以为孟兰姑娘是为了脱籍才受制于唐啸，没想到天狐也遭毒手。孟兰如此抉择，多半是为保天狐性命。我不是怪他，我只是恨我自己。可该面对的逃不掉。当下关头，我一人如何守得住连生芳？你必须留下。将马牵走。东家，已经过了宵禁的时辰了，咱们这算违规营业了。有我在，违什么规？谁敢来查呀？滚蛋！是，吓人呢，有眼也是无珠的。请看，来，我们再来一局，再来一局。东家，柯梦兰确实给丈母做了假，事情也确实如您所料。那舒亚楠和苏明玉很快就识破了柯梦兰的手段，但就当苏明玉杀气腾腾地走出连生坊，眼看着就奔咱们这儿来的时候，那舒亚楠出来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三言两语就把他又劝回去了。我知道，您定是一直故意收钱，才把邵知府给留住。可如今苏明玉没有来，那咱们得白白损失多少银子？你们都不得好死！柯梦兰，你不听主人的话，你也不得好死！姐姐，当真有解药？怎么，以为我不生你的气了？姐姐如何还备了媚药？这媚，是媚珠的媚，我专门为她备的，见血封喉。痴心妄想，媚珠百毒不侵，你想害她？当心我主人把你抓起来，抓到万丈深牢，让你求死不得！天狐本性并非如此，这是中了什么毒？天下奇毒无数，他这模样最像中了失心散。什么是失心散？虽有多部药典记载，但此毒毒源珍稀，炼制要求又极为精细，多少年来鲜有人试炼成功。没想到唐啸竟有这偏门绝技，这算不上解药，只能延缓毒性蔓延。谢姐姐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天狐，给我滚！给我滚！叫我生叫我死，只有我的主人。当心你们不听他的话，马上有成千上万只蚂蚁来砍你们！老实点，我可没有你柯姐姐好说话。姐姐，他就是个贱人，就是个贱人！滚！他这般疯癫，是毒已入了骨髓，没工夫废话，打晕了好喂药。东家，天狐姑娘在房间发癫。当真如此？千真万确。去吧。怎么样了？这药只能暂缓毒性蔓延，还是得想法子逼唐啸交出解药。好在比试就要结束，就等云香露面了。你派出去的人可带回什么消息？昨夜要不是你拦着我，我早已身陷囹圄，不能在这儿跟你说话了。仔细说说。
昨夜南都的邵知府在唐家老号，我若真去闹事儿，当场就被拿下。这8成是唐啸的连环计。他料到孟兰未必会听命于他，也猜到你德熙此事后会作何反应，这才让官差守株待兔，只等你自投罗网。此事都怨我，没有顾全大局。你遇到的是唐啸这禽兽，也是无可奈何。对了，唐啸趁着邵知府在，让他通宵营业，这样下来，流水又比咱们高了不少。今日戌时，比试就要结束。衙役赔6了，这赔率，连生方到底在筹算什么？来，公子，何出此言？还不是听说唐家老号流水远高连生方。是啊，这局面啊，分明是唐家的赢面大，可赔率反而高。如此，这连生方得亏多少银子呀？各位，这押1赔3只是一个开始，这往后下注的人越多，赔率也就越高。是苏公子，你们为了赢唐啸，真是豁出去了。如此乱定赔率，这连生方还能撑得起日？这个各位放心，连生方有我苏家撑着，赔得起。苏明玉还立誓，哪怕赔上半副身家，也要与您决一死战，不赢下誓不罢休。苏明玉，这孩子咱看着的，他一直斯斯文文的，现在跟我斗狠，那不是嫩，是太可怜了。唐公子，现在柯掌柜和天狐已被严加看管，眼下就剩下我们几个，却也难以动手脚。要是苏家再搅和进来，那我们……苏明玉呀，他代表不了苏家，他那大姐，由不得他胡来。东家，话虽如此，可连生方这招却不可不防。眼下咱们经营流水虽是领先，可账面上看也并非稳操胜券呐。是啊，公子，他们这一改赔率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又添了700多两流水啊！跟我比不了千数，就耍横，不是公子强作为。东家，您可还记得，前些日子南都城的生死风波，公子香也是借助了苏家的势力，才斗败了齐天锋。驱狼搏虎，是这意思。这么说，公子香明知柯梦兰为您所用，却听之任之，然后适时的让苏明玉自己发现这个事儿。以苏明玉那小废物的秉性，他知道自己喜欢的女人背叛自己，拿那女人撒不了气，便把火发在我身上，于是便有了拿半副身家跟我拼命的架势。哎呀，不费一兵一卒啊，借力打力，这是纵横之术啊！这是公子香的手段。可就算识破这诡计，眼下咱们不也还得先赢了再说？那是自然。他既有兴致，咱便陪他，吩咐下去，让咱们唐家老号胜率改得跟连生方一样一样。来，多少吃一点。你主人不是说了，你生病了，除了药，也得吃点东西才能好呀。这是你最爱吃的八宝粥，我刚给你好的。都怪姐姐没有照顾好你。
变成这样。天火，姐姐求你，再吃一口。梦兰，吃点东西吧。我给你拿了点点心，照顾好自己，才能照顾他们。苏公子还不如骂我几句好。你错了，我恨的是我自己，没能护你周全，让你陷入这两难的境地。苏明玉，时辰到了，继续找。又升了，又升了！几十年没这么玩过了。东家，连胜方押1赔5，咱们唐家老号押1赔4啊！改啊！是。赔6，东家。是啊，能改吗？虚实已到，这连胜方跟唐家老号的比试，封盘截止了。苏公子，但这连胜方能赢吗？各位，是输是赢，还请诸位静候佳音。不过呢，连胜方能有今日，全倚仗着诸位捧场。既然如此，若连胜方赢了，10日内返利一城与诸位聊表酬谢。利一城啊！多谢苏公子，多谢苏公子。今日流水9000多两，比前几日的总和都多，你为何还说我们赢不了？唐家老号那边紧跟着咱们调，他们今天的流水也不会少。胜率不大。云东家那边可有别的法子？义父还说你们赢不过主人的，药效又过了。舒姑娘，你可知云兄现下正在何处？要不这样，你带着云兄先离开南都，唐校那边，我让我姐出面斡旋。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云兄去唐府为奴吧？可金大哥还在唐校呢，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。东家，康掌柜来了。苏公子，康掌柜，云公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：眼下胜负已分，是营救金氏两的绝佳时机。胜负已分，究竟是谁胜谁负？姑娘要问的是两家赌方，那便是唐家老号胜；若姑娘问的是云公子与唐校之间谁胜谁负，恭喜唐公子，连胜方封盘了。阿七，封盘！东家，我方才就要封了，可是有位客人他死活不让啊，说是孩子未撤就还能下注，他要买1万两银子，买咱们唐家老号胜。哎呀，这位客人已经封盘了，想玩点别的。牌板还在，便可下注，此为规矩。唐公子身为南都行业龙头，不会亲自坏了这规矩吧？